现在拿着现金不敢买美股的朋友，你们其实一点都不笨，你没有错过什么天大的机会，也不是没有投资眼光。真正的问题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根本不是一场真正的牛市，这是一场只有7只股票在涨，剩下493只股票几乎原地踏步的虚假繁荣。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明白为什么标普500天天创新高，但你账户里的钱却一分没多。你会发现2个被 AI 狂热严重错杀的传统行业龙头，他们不仅基本面极其扎实，而且股价还处在非常合理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你会学会一种不需要追高 AI 也能在这个极端分化的市场里实现低风险收益的投资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为踏空而焦虑，或者担心追高之后马上暴跌，那这个视频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现在你是已经满仓 AI 股等着继续冲高，还是拿着大把现金在旁边观望不敢进场？把你现在的真实仓位和最担心的问题留在评论区，我会挑几个最有代表性的在评论区跟你一条一条拆解清楚。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市场特别奇怪？打开财经新闻，全是标普500再创历史新高， AI 股又涨了多少多少的消息，但你打开自己的账户却发现根本没赚到钱，甚至你身边那些买了非 AI 股的朋友，很多还在亏钱，这就很奇怪了。明明是牛市，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赚不到钱？但你猜最讽刺的是什么？现在标普500的中位数涨幅还不到5%，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股票今年到现在的涨幅都没有超过5%，而指数之所以能创新高，完全是靠7只超级大盘股硬拉上去的。这7只股票就是大家常说的7姐妹，她们贡献了标普500今年几乎全部的涨幅，剩下的493只股票加起来基本没涨，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还在下跌。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明明是牛市却踏空的感觉了吧？不是你不行，是这个市场太偏科了。它就像一个班级，只有7个学生考了满分，剩下493个学生都在及格线徘徊，但整个班级的平均分却被拉到了90分以上。你站在外面看，以为这个班全是学霸，但你真的进去随便挑一个学生，大概率会发现他其实成绩很一般。这就是现在美股最真实的写照。很多人被指数的新高迷惑了，以为遍地都是机会，结果冲进去买了那些看起来便宜的股票，却发现它们根本不涨，或者忍不住追高了已经涨了好几倍的 AI 股，又担心随时会暴跌。其实你完全不用这么焦虑，你错过了 AI 这趟高速列车没关系，因为在市场的角落里还有2辆刚刚启动的黄金马车，它们不仅比 AI 股稳得多，而且上涨空间一点都不小。更重要的是，它们现在的价格还没有被疯狂的资金炒高。我知道你可能会说，传统行业有什么好投的？现在不都应该投 AI 吗？听起来好像没问题，对吧？但问题就在这里，当所有人都觉得某一个东西一定会涨，并且所有人都已经冲进去的时候，那它离风险就不远了。我不是说 AI 没有未来， AI 当然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技术革命，但未来不等于现在的股价，再好的公司买贵了都是灾难。你想想，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互联网是不是未来？当然是，但那些在泡沫最高点买了互联网股票的人，很多都亏了90%以上，甚至很多当时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都直接破产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跟别人挤那辆已经挤满了人的 AI 大巴，而是去寻找那些基本面优异、股价还在低位，并且被整个市场偏见冷落的公司。这种公司才是现在这个市场里真正的黄金机会。第一个我要讲的公司就是通用电气，也就是 GE。 很多人听到 GE 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不是一家老掉牙的工业公司吗？有什么好投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偏见。大多数人对 GE 的印象还停留在10几年前那个业务庞杂、管理混乱、负债累累的 conglomerate， 但现在的 GE 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那个 GE 了。过去几年 GE 做了一件非常彻底的事情，就是业务拆分。他把自己拆成了3家独立的公司， GE 航空航天、GE 医疗和 GE 能源。现在我们说的 GE 其实就是 GE 航空航天，它已经变成了一家非常纯粹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你知道 GE 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地位有多高吗？全球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 GE 一家就占了75%的份额。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绝对的垄断。你坐飞机的时候，不管你坐的是波音还是空客，10架飞机里有7架用的都是 GE 的发动机，而且航空发动机这个行业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它的技术壁垒高到离谱。
一款新的发动机从研发到投入使用需要10几年的时间，投入几百亿美元的资金，而且还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安全认证。所以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 GE、罗尔斯、菲罗伊斯和普惠3家寡头垄断，而 GE 是这3家里绝对的老大。除了民用航空， GE 在军用航空发动机领域也有非常强的实力。美国很多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用的都是 GE 的发动机，这就意味着 GE 同时拥有民用和军工2条护城河，不管经济周期怎么波动，军工订单都是非常稳定的。而民用航空现在正处在一个超级复苏周期里，疫情之后，全球航空业都在快速恢复，航空公司都在疯狂订购新飞机，替换老旧的机队。而只要有新飞机交付， GE 就能卖出发动机。更重要的是，发动机的盈利模式其实比卖飞机本身要好得多。卖发动机只是一次性收入，但后续的维修、保养、更换零件才是真正的现金流。一台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是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航空公司要不断的给 GE 付钱，这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可预测的现金流模式。而且 GE 现在的财务状况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它的债务已经降到了非常健康的水平，盈利能力也在快速恢复。最近几个季度的财报，营收增长都超过了20%。但就是这样一家拥有绝对垄断地位、业绩高速增长、现金流极其稳定的公司，它的估值却非常低。跟那些动辄几十上百倍市盈率的 AI 股比起来， GE 的市盈率只有10几倍。为什么？因为整个市场的注意力都在 AI 身上。没有人愿意看这种传统的工业公司，所有人都觉得工业公司没有想象力，不如 AI 股涨得快。但我觉得这恰恰就是 GE 最大的机会。当所有人都忽略它的时候，才是你能以合理价格买到好公司的时候。很多人买股票喜欢买那些大家都在讨论的热门股，但真正能让你赚大钱的，往往是那些现在没人愿意看，未来所有人都会抢着买的公司。GE 就是这样的公司，它是 AI 狂热下被遗忘的明珠。它没有 AI 那么多花哨的故事，但它有实实在在的垄断地位、实实在在的业绩增长和实实在在的现金流。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个公司就是麦当劳。听到麦当劳，你可能又会说，这不是一家卖汉堡的快餐公司吗？能有什么增长空间？又错了。麦当劳根本就不是一家卖汉堡的公司，它是一家披着快餐外衣的全球顶级地产公司。我给你拆解一下麦当劳的商业模式，你就明白了。麦当劳的全球门店超过90%都是加盟店，但麦当劳不是只收加盟费那么简单。它的核心模式是先把最好的地段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然后再转租给加盟商，同时向加盟商收取加盟费和原材料费用。也就是说，麦当劳的收入主要来自3个部分：租金、加盟费和原材料销售，其中租金收入占了麦当劳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这就意味着麦当劳其实是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运营商之一。它在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段拥有大量的优质地产，这些地产的价值一直在稳步上涨，而且不管经济好不好，只要加盟商还在开店，麦当劳就能收到租金。这是一种比很多地产公司都要稳定的收租模式。除了独特的商业模式，麦当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抗周期性。什么叫抗周期性？就是不管经济好还是不好，人们都要吃饭。而且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反而会减少高端消费，增加像麦当劳这种平价快餐的消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口红效应。当经济下行的时候，人们会放弃那些昂贵的奢侈品，转而购买一些价格低廉但能带来愉悦感的商品。麦当劳的汉堡就是这种商品的典型代表。你可以回忆一下，每次经济危机的时候，麦当劳的业绩都非常稳定，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出现逆周期增长。那为什么麦当劳最近的股价会下跌呢？主要是因为最近的一份财报市场出现了误读。麦当劳最新的财报其实业绩非常好，营收和利润都超过了市场预期，但因为同店销售增长稍微低于市场的高预期，股价就出现了大幅下跌。这就是典型的情绪性超跌。市场对好公司的要求总是特别苛刻，只要有一点点不如预期，就会疯狂抛售。但这种抛售往往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买入机会。麦当劳这种公司，它的基本面不会因为一个季度的同店销售增长稍微低一点就发生改变，它的品牌价值、它的地产资产、它的商业模式都没有任何变化。它依然是那个全球最赚钱的快餐公司，依然是那个最稳定的现金奶牛。现在市场因为短期的情绪把它的股价打了下来，这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我知道很多人现在看不上这种每年涨10几20%的公司，他们觉得 AI 股一天就能涨这么多，
但你要明白，高收益永远伴随着高风险。I 股确实涨得快，但跌起来也更快。你可能一天赚20%，但也可能一天亏20%，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崩盘。而麦当劳和 GE 这种公司，他们可能不会让你一夜暴富，但他们会让你睡得安稳。他们的股价波动很小，业绩非常稳定，而且每年还会给你分红。在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里，这种确定性其实是最珍贵的东西。很多人觉得投资就是要追求高收益，就是要抓10倍股。但其实投资最重要的事情是先保证不亏钱，然后再慢慢赚钱。慢就是快，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你想想，如果你每年能稳定赚15%，那么你的资金每5年就会翻1倍，20年之后就是16倍，这已经是非常惊人的回报了。但如果你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可能今年赚50%，明年亏30%，几年下来你会发现你的总收益还不如那些每年稳定赚15%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追高热门股会让你一直处于焦虑之中，你每天都要盯着股价，担心它会暴跌，你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就算最后赚了点钱，也付出了巨大的精神成本。而投资那些基本面扎实、估值合理的好公司，你根本不用每天盯盘，你该工作工作，该生活生活，时间会帮你赚钱，这才是投资应该有的样子。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价值投资已经死了，只有成长股，只有 AI 股才能赚钱。但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从来不是买那些低市盈率的垃圾公司，价值投资的本质是用合理的价格买优秀的公司，然后长期持有，陪伴公司一起成长。不管是 AI 公司还是传统行业的公司，只要它是优秀的公司，只要它的价格合理，就值得投资。现在的问题是 AI 公司确实很优秀，但他们的价格一点都不合理，很多 AI 股的市盈率已经超过了100倍，甚至几百倍。这意味着就算他们的业绩能保持每年50%的增长，也要几十年才能回本。而 GE 和麦当劳这种公司，他们同样很优秀，而且他们的价格非常合理，甚至可以说因为市场的偏见，他们现在的价格被低估了。所以现在与其去追那些已经涨了好几倍的 AI 股，不如去布局这些被错杀的传统行业龙头。这是一种低风险高确定性的防御性进攻策略，它既能让你避免踏空牛市，又能让你在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当然，我不是说让你把所有的钱都买成 GE 和麦当劳，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你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合理配置你的资产。你可以把一部分资金配置在这些稳健的龙头公司上，作为你投资组合的压舱石，然后再用一小部分资金去参与 AI 等成长赛道的机会。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不管市场怎么走，你都能从容应对。其实投资最反人性的地方，从来不是在所有人都恐惧的时候贪婪，而是在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还能保持清醒，去看那些没人愿意看的角落。大多数人都是从众的，他们喜欢买大家都在买的股票，喜欢听大家都在说的故事，但股市里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的时候，你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是被大家忽略的。当所有人都在追高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风险已经积累到了什么程度，赚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逆向投资的勇气，还有长期持有的耐心。如果你能做到这些，那么不管市场是牛市还是熊市，你都能赚到钱。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那就点个赞，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个不一样的视角。如果你想持续学习更多理性的投资知识，那就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更多被市场错杀的优质公司，和你分享最实用的投资方法。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投资决策都有风险，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人士之后再做判断。